要脸的老东西，一把年纪了还敢去找小姐啊？你真不要脸！你我哪有啊？这都是昨天老王弄的恶作剧，偷偷塞我兜里的，我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了？老王，真的？真的。儿子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出国留学4年，也不说回来看看我。哎，你到哪儿了？我让司机过去接你。不用，爸，我已经到了，而且这次我还带了老婆儿子一起回来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我早就想见见我的儿媳妇、我大孙子了呢。你们今天就能见到了，我要给您二老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好，太好了！来。多谢你。是你？你想干什么？要小费都要家里来了，你是要钱还是催命啊你？不是我。好，我这就到门口了啊！行，我是怕了你了。给你钱，今天我儿子和儿媳妇要回来，你快走，快！不是，我不是来要钱的，我是。你是？当 surprise！ 小宝叫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好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！爸，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啊？哎，这个是，别，我这心脏都快受不了。真是我儿媳妇啊！没错，她叫白洁，怎么样？长得好看不？哎，老婆，我还没有介绍你呢，爸怎么就先把见面礼给你了？这不是见面礼，这其实是……其实这是给孩子的。给小宝的。我的惊喜又被他看破了。啊，是你刚才不是给爸妈打电话了吗？应该是爸自己猜出来的吧？你说是吧，爸？是。哎呦，这真是我儿媳妇呀！哎呀，可长得真漂亮！快进屋呀！走吧，老婆，走。白洁呀，我们4、5能娶到你呀，算是咱老司家祖坟冒青烟了哟。冒青烟，确切的说，这是冒绿烟了。哎，吃葡萄。好，这绿宝石葡萄呀，特别好吃。哎，老婆你也吃一个。爸，你也来一个，你看多绿的，多新鲜的。白洁，小武这小子呀，前几年跟他爸闹矛盾，非要我离家出走，去国外打拼。你这几年跟着他，受苦了吧？没有妈，小武对我很好。我听说你们是裸婚，连婚礼都没办，正好趁着你们这次回国，我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个婚礼。老头子，把老王他们呀都叫过来，咱们这次要风光大办。老王，妹妹，来，把这杯干了。我有钱啊！不行，这坏事我不同意。不行，这坏事我不同意。老头子，你说什么疯话呢？你别管。小武，我问你，白洁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你知不知道？服务行业，怎么了？怎么？服务行业？她就是个陪酒女。
是个不三不四女人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啊？爸，什么叫不三不四的女人？你说清楚。你做了什么？你不清楚啊？爸，白洁在国外做的是夜场营销经理，这种职业在国外很正常。人家姑娘一个人在国外4年无依无靠，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有什么不好的？您不懂能不能别乱说？我乱说，是亲眼所见，她就是会场陪酒的公主。那种地方有干净的女人吗？您见过？您在哪儿见过？我们刚回国，您搁哪儿见过啊？您跟我们去国外了？我好啊你，不要脸！这都是意外。总之，我绝不允许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当我们私家的少夫人。你被累透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够了！我回国后去夜店调研过一次，国内的服务业和国外的确实不一样，但是我已经辞职了，以后也不会再做夜店的工作了。结婚4年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小五的事情。我和小五是真心相爱的。对，我还就非白洁不娶了，我必须跟她结婚。你要是敢跟这种不三不四女人结婚，就别管我叫爹。你要是敢跟这种不三不四女人结婚，就别管我叫爹。我不叫就不叫，我这4年反正也没叫我，我现在就带他娘走。来，儿子，坐。哎，小五，老头子，你消消气。这国内和国外的服务确实是不一样。再说了，这白洁已经辞职工作了，她以后啊会一心一意在家相夫教子的。你就看在孙子的份上，就别计较这么多了。孙子，你确定这是我孙子？你看看这孩子，哪点像我？这种夜场3陪女生的孩子，谁知道是不是我私家的种？爸，你说这话太过分了！你要再这样，我就跟你真断绝父子关系。你犯什么疯病呢？啊！我看白洁就不像那样的人。你说这孙子不像你，我看倒是挺像我的。怎么了？小宝，不害怕啊，奶奶疼你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小五，你现在就和小宝做个亲子鉴定，如果他真是你亲生的，我可以勉强答应你们的婚事。什么？我不做！有你们这么侮辱人的吗？我辛辛苦苦把小宝生下来，你们现在却要这样怀疑我，那这个婚结的还有什么意义？小五，咱们走。走，儿子。小五，白洁，哎呀，我的大孙子呀！你们既然不愿意做，我来做。我倒要看看这孙子到底是不是我亲孙子。司总，祖孙血缘鉴定只能靠外人才能比对。经过鉴定，您和这孩子没有祖孙关系。我就知道，这个白洁就是个小狐狸精，果然给我儿子戴了绿帽子。现在证据确凿，看他怎么说。怎么了？你们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干什么？你自己看。哎呀，真是造孽呀！你背着我跟小宝去做亲子鉴定了？没错，我是用孩子衣服上的头发做的，千真万确。小宝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，这是
我早就说过，白洁一看就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。上次跟你说过做亲子鉴定，你很不愿意。要不是你老把我多了个心眼，你小子一辈子都会帮别人养孩子，到时候你从头绿到脚，你都绿透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怎么会这样？我那么爱白洁，她怎么能这么对我？这一定是一个意外，妈，我不能没有白洁，大不了我们再生一个孩子，我相信她以后不会再出轨了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儿子？上赶着当绿毛龟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见证老脸呢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小五也是真的喜欢白洁，咱们就不能成全他们吗？就算孩子不是亲生的又怎样？你们要是看着心烦的话，那孩子我这个当奶奶的来养。你们要是看着心烦的话，那孩子我这个当奶奶的来养。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从小就惯这小虎，我们私家哪能出这种丑事儿？爸，你要打就打我，小宝不是亲生的又怎样？咱们私家家大业大，难道连一个孩子还养不起吗？您放心，等我跟白洁结婚之后，我一定给您生一个亲孙子。爸，老头子，爸，老头子，你没事吧？逆子啊！我绝不允许我们私家有这种有辱门风的事儿。你马上把白洁和那个逆子给我赶走，不然的话你就别叫我爸。老头子，没事了，老头子，小五，小五啊，你看你爸给小宝做的不一定准确，要不你抽个时间也给小宝做一个。还做什么？是不是都摆在眼前了吗？不是，你没明白妈的意思。其实你跟你……哎呀，您别说了，我都懂。我想想怎么跟白洁坦白吧。我早就说过，白洁一看就是一个不三不四的，你都绿透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那么爱白洁，怎么会这样？她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小五，你看这件礼服好看吗？我在婚礼上敬酒就穿这件，怎么样？白洁，我们的婚礼取消吧。取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爸不同意我跟你结婚，如果我要跟你结婚，他就跟我断绝父子关系。我都辞职了，你爸还要怎么样？不就是那天晚上他在 KTV 点到过我吗？什么？他那晚在 KTV 点到过你？他那晚在 KTV 点到过你？我们前几天刚回国，我就想着调研一下国内夜场的行情，就去体验了一下，发现国内很多服务确实不正规，所以我才下定决心不干这一行。可是碰巧的是，你爸那天刚好去消费，正好碰上。怪不得我爸一见你就反对你嫁进来。小五，你知道我的，我从跟你的时候，我还是第一次呢。我从来没有过别的男人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，你相信我。有没有男人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自己看。我爸背着我去跟小宝做了亲子鉴定，鉴定结果显示，他们两个没有祖孙关系，也就是说，小宝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不可能！这
觉得不可能。小五，你相信我，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你。我相信你，白姐。所以你把那个奸夫告诉我是谁就行。你让我当接盘侠可以，但你得让我知道我接的是谁的盘，养的是谁的儿子。没有，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奸夫。我只有过你一个男人，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你。小宝就是你的亲生儿子。你为什么还要骗我？是不是那个拉斯维加斯的夜场经理高毅？你说他照顾你，你俩照顾来照顾去，照顾到了床上是吧？整整骗了我4年，4年！整整骗了我。你俩照顾来照顾去，照顾到了床上是吧？你为什么还要骗我？4年！够了！既然连你都怀疑我，那这婚礼办的还有什么意义？离婚，明天就离！我，白姐，你这几年跟着他受苦了吧？没有嘛，小五对我很好。趁着你们这次回国，我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个婚礼。不要后悔，白姐。明天我就带着小宝去做亲子鉴定，后天就离婚。血液样本已经采集完毕，这是单据，你们收好。等结果出来了，我们会通过邮寄告知你们结果。我一个人做不就行了？你为什么还要做？我凭什么不能做？万一报错了呢？我可不像你，有点什么风吹草动，第一时间怀疑自己爱人出轨。他态度那么坚决，难道我爸上次做的鉴定真的有问题？老婆，如果小宝真的是我们亲生的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们还是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再说离婚的事，好吗？不用等结果，孩子是谁的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夫妻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那婚姻还有什么意义？回来了就赶快见我，我们私下容不下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。让我净身出户，你们私家真是好算计。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呀，老头子，这鉴定结果不是还没出来吗？再说这事情又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啊。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啊？事实清楚的很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不签，我就把你的丑事全部放到网上，到时候我看你还有什么脸见人。思我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要不还是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说。我们私下容不下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。要不还是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说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想多费口舌。让我净身出户可以，孩子的抚养权必须归我。到时你们都别后悔。到时候你们别后悔。我怎么可能跟你争抚养权呢？啊，你还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生的野孩子，白给我们私家我都不会要。好，很好，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们私家全是乌龟王八蛋！死我白洁这辈子真算是瞎了眼。
跟了你这么个男人。老婆，我走，别跟这个贱人废话了。等缩头乌龟总比当绿毛龟强。快签，签完带着你的野种滚蛋！先别签，老头子，还是等鉴定结果出来吧。这说不准是亲生的呢。这怎么可能？鉴定结果是我亲自做的，不会有错。好，我亲。你还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生了野孩子，容不下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！这个贱人废话。要不还是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说。等离了婚，我就带孩子去国外。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孩子。小五，你就听妈的，先别急着签，不要让白家把孩子带走呀。妈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不能签。小五，千万不能签呐！王叔，哎，您怎么来了？老王，这是我们私家家丑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老王，你赶紧劝劝小五呀，让白姐不要把孩子带走。他们孤儿寡母的在国外，这怎么生活呀？小五，你听叔一句劝，这婚离不离的无所谓，但是孩子千万不能被带走。你要是不想养这个孩子的话，你王叔我替你养。你说什么？你王叔我替你养。老王，你说什么？你是存心来我私家恶心我是不是？我也是为了孩子好嘛。王叔，咱们两家是邻居，我小时候你一直都很照顾我，我也一直都很尊敬您。小时候我爸打我，我就去您家躲着，但今天这件事情非比寻常，您还是别掺和了。什么叫掺和？这事本身就跟我有关系。闭嘴！这事跟你狗屁关系，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哪儿应该哪对着去。哎，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你们也知道，我老王打了一辈子光棍，无儿无女的，正想领养个孩子呢，这不现成的来了吗？这孩子我要定了，你们谁都不能跟我抢。你他妈有病啊！行人孩子不是去孤儿院了，你来我们家看我笑话？这孩子我还真要定了。思政，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其实我才是这个孩子。你不要在这牵连了，行不行？够了！你算是哪根葱？我的孩子凭什么给你养？苏，赶紧把字签了，签完字我们就去民政局办离婚。这孩子我必须带走。你好，水师45，有您的快件。我的亲子鉴定，快打开看看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怎么可能？太好了，老婆，小宝是我们亲生的，我们不用离婚了。凭什么？你说离就离，你说不离就不离，离，现在离，必须离！我不要，老婆，是我口不择言，我不是人，我不该怀疑你，你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放开我！我不放，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给我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白姐，你就看在小宝的份上，再给45一次机会吧。是啊，老婆，小宝，你看他这么小，他不能没有爸爸的。你现在知道你是小宝的爸爸了？刚才他被卖野种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我被逼着净身出户的时候你又在干什么？你们私家是高门大户，我和小宝高攀不上。等离完婚，我就带着小宝离开，永远不会再碍你们的眼。哎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知道你生气是因为我漠视我爸妈逼你签下离婚协议，你看着。
我现在把离婚协议撕了，我跟你保证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你不相信我，那我就把它吃了，我把我噎死。你干什么？这么多人呢！进来。老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和小宝好的。我抱一下。这就对了嘛，这小两口子哪有隔夜的仇啊？有什么事儿说开了就好了。这一家人以后要好好过日子啊！你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有什么问题？亲子鉴定不都完了吗？鉴定报告是真的，小宝也是你亲生的。对呀，小宝就是我跟白洁亲生的，人家白洁就没有出轨。你们这事翻篇了啊，不要再提了。孙子，你确定他是我孙子？你说这孙子不像你，我看倒是挺像我的。老王，请赶紧劝劝小五呀。小五，你要是不想养这个孩子的话，你王叔我替你养。小宝是四五和白洁亲生的，却跟我没有血缘关系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爸，哎，爸，爸，你怎么了？回旋镖怎么打到我身上了？你透了！你透了！老头子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，老头子？你说怎么了？小宝是四五和白洁亲生的，却和我没有血缘关系。因为这么多年，你藏得挺深的你。老头子，你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呀？不对呀，小宝是我亲生的，跟我爸没有血缘关系。那意思，我不是我爸亲生的。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呀？李梅，这么多年，我对你不薄吗？啊，你骗了我一辈子，你老了，你总该告诉我在替谁养儿子吧？老头子，你说什么呀？什么？你养的谁的儿子呀？少给我装糊涂！跟老子说，那个奸夫是谁？爸，你冷静点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对了，老哥，你有什么话跟嫂子好好的说。哎，好，你不说是吧？哎，爸，你干什么？你别想不开呀你！你干啥？今天谁也别想活！今天谁也别想活！爸，你冷静点，你听妈解释。这儿不关你的事儿，你往上看。我都说了，我没有出轨，似乎真的是你儿子。好，你还不说实话是吧？鉴定报告都在这儿摆着呢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跟老子说奸夫是谁，我弄死你！你快过来，快过来！爸，你要杀就杀了我吧，爸。我这是遭了什么孽？哎，妈，这件事你真得给我爸一个解释。连你也怀疑我，
这亲子鉴定写的清清楚楚，不只是我爸，我也想知道我的亲生父亲是谁。我生了你，养了你，你居然怀疑我的清白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要尊重科学，对不对？相信科学，你们都觉得我背叛了死者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既然没有做坏事，谁能怀疑你呢？好一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我也不要你杀我！现在我就证明了我的清白！哎，别！别！妈，你别激动，你把头先放下来。你们都别过来！好，我们不过去。妈，你先别激动，有什么事咱们大家坐下来慢慢聊。啊，爸，你说错话了。我都被戴绿帽子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司长，我20岁就嫁给了你，我替你们老司家忙活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你连给我个解释的机会都别人给我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替你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，都快断子绝孙了，你要我怎么对得起你啊？老奸人啊！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？我现在的朝廷黄河也洗不清了呀！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如今家不是家，儿子不是儿子，你还有脸哭？该哭的人是我。你们都觉得我对不起司长，那我现在就以死谢罪！哎，别！等等！我总算是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小五，还有小宝，还有老哥，你们分别都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显示小宝跟小五是有血缘关系的，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，所以你怀疑小五跟你也没有血缘关系，是吧？不是怀疑，现在2份亲子鉴定在这放着呢，这还不能证明李梅偷人吗？还好。你说什么？啊，不是，老哥，你别误会，你去做亲子鉴定的时候用的是不是头发呀？快说！你们2个做的亲子鉴定用的是不是血液鉴定？没错，王叔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问题大了去了。这头发做的亲子鉴定虽然也能做出来，但不是100%的准确的。现阶段最直接、最有效的亲子鉴定就是这个肘静脉抽取的血液鉴定啊。那就是说，爸那次做的亲子鉴定可能不准，妈根本没有出轨，你还是爸的儿子。不排除这个可能。你们要是真的怀疑有问题，那就去医院再做一次亲子鉴定啊。那到时候是非曲折、真相黑白，那不就出来了吗？对啊，妈，你刚听到王叔说的话了吗？爸的那份结果，它不一定是真的。您要是真不相信，咱们现在去医院再做一次鉴定，一定能还你清白。妈，都危险，放下。我做的单行的证，没什么好怕的，咱们一起去做亲子鉴定。好，妈，咱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相信你。天大的事儿，我跟你一起扛着。天大的事儿，我跟你一起扛着。你也别在这儿虚子逆火的了，那咱就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制作亲子鉴定，省得有人疑神疑鬼，对我喊打喊杀。哎，这就好了，做鉴定啊。稍等一下，等结果出来了，我告诉你们。老哥，我劝你看开一点，这思武他无论是不是亲生的，你处了这么多年，早就有了真感情了。这俗话说得好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这男人头上得带点绿。你跟生活较什么劲呢？说的还挺好听，要是被绿的是你，你还能选择这么干吗？司政，
你少在这指桑骂槐，鉴定结果没出来，你凭什么给我追着你？现在说这些没用，一会儿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四五不是我亲生的，我就给你同归于尽，谁都别想活。哎呀，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呀？啊，我20岁跟了你，我从来就没有过别人，你就因为一张不确定的这亲子鉴定，你动不动就要弄死我，干脆就别等结果了，你现在就给我个痛快的！爸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现在结果都还没出来，你就对妈喊打喊杀的，这到时候万一结果出来，发现一切都是误会，你和妈闹成这样，咱们家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是啊，现在说这些没用，一会儿等结果出来了，证明李梅是清白的，我认大认罚，无论他要什么补偿都行。我不要补偿，既然你不信任我，一会儿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跟你离婚。离了婚，然后就跟你那个家不在一起是吗？你说什么？爸，不至于，不至于啊！妈，冷静，冷静。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。哎，好。结果怎么样？老哥，你看我就说嘛，这个头发鉴定的亲子鉴定结果，它不一定是准确的。你看，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这4就是你的亲生儿子。太好了，4、5是我儿子，我们老司家没有绝后。老婆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你走开！我早就说过了，不管结果怎样，我都要跟你离婚。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。老婆，我错了，这张臭嘴，我任意胡说。老婆，我们你看，都接近50多岁的人了，现在闹离婚，我丢人呐！你现在知道丢人了？这放的好好的日子你不过啊，非要做什么破亲子鉴定？一会儿说小宝不是4、5亲生的，一会儿又说4、5不是你儿子，啊，咱们这个家都让你这个疑心病给搞丧了你。老婆，你放心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的爱和信任都给你啊。哎，老哥，这不是我说你，经营婚姻这件事上，你还不如2个年轻人呢。哈，你看刚才要不是我们劝，你就差点逼死了嫂子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怀疑你。白姐，爸错了，是爸老糊涂了，差点拆散了你和4、5。爸，你干什么？快起来！爸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和4、5从来就没有怪过你，快起来。老婆，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跪到你原谅为止。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跪到你原谅为止。嫂子，常言说夫妻没有隔夜仇，你看哥都这个态度了，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啊，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什么事都好说，要是因为你让我大孙子跟我离了心，我就跟你没完。还没离婚呢，妈，你放心，小宝在我岳母那儿好着呢，我过2天就给您接回来。我们家呢，确实给亲家母添了不少的麻烦。这样你呀，把我亲家母接过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啊，开开心心的吃个团圆饭，好好热闹一下。好啊，你不是跟白洁要补办婚礼吗？正好呀，跟亲家母商量一下这个婚礼的细节。好，我直接给我妈打电话。好啊，我有预感，我跟亲家母呀，肯定能聊得来。什么？108万彩礼？你把我们4家当冤大头了？
什么？108万彩礼？你把我们私家当冤大头了？妈，我嫁给思武又不是为了私家的钱，这彩礼讨个彩头就行了，108万会不会太多了？傻孩子，妈也是替你委屈。你以前跟着思武在国外，那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那好不容易跟思武回了家，那可不得多要点彩礼？哎，对呀，妈，白洁跟着我在国外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，咱家又不缺这点钱，岳母想要，咱给她就是了。没出息的东西！白洁受的委屈，我们会补偿。但是这108万，你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？我们最多出2万。你说这话不怕人笑掉大牙？白洁自从跟了思武回家，你们除了怀疑她红杏出墙，逼着她带着小宝净身出户外，给过她什么补偿？108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我们那不是没来得及啊！哼，亲家母说这话，你自己信不信？妈，你别说了，咱们来不是为了讨论婚礼的细节吗？哦，对，咱们今天是来讨论婚礼细节的，你别生气。来，我已经说过，108万，什么时候到账，什么时候再谈婚礼的事儿。我们走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岳母，有事好商量。我一定会回来，风风光光的娶你。思政，思政，你是桂兰？这个拿着。桂兰，我一个大男人怎么都能活，这可是你攒的私房钱，我不能要。穷家富路，你就拿着吧。再说，你不是说等你赚了钱就回来娶我吗？就当是我提前给你的嫁妆。桂兰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，风风光光的娶你。车快到了，你走吧。郑哥，我等你。根旭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好吧？爸，您跟岳母认识？岳母啊？白桂兰是你妈？白桂兰是你妈？对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老板，我叫白洁。白洁。像，太像了。小兰，那你父亲是谁？我和思武回来的时候就和你们说了，我从小没见过我父亲，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。那你是哪一年哪月生的？98年10月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我从小没见过我父亲。98年10月。啊！我这个畜生啊！妈，你别打自己啊！你干嘛？难道思武？我问你，思政是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？不是，你们怎么都怪怪的？我当然是他亲生儿子。不信你看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昨天才做的亲子鉴定。哎，
什么要这么戏弄我？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戏弄我？怎么了这是？走，跟妈回家，这婚我们不结了。完了，拿桥拿过了，现在就走，你嫁给谁都行，就是不能嫁给司武。为什么？亲家母，你别急着走啊！你要是觉得这彩礼少的话，就这样吧，就按你说的，108万就108万，只要2个孩子幸福，一切都好商量。是啊，岳母，您要是觉得彩礼少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些的，您千万别激动。这就不是彩礼的事儿，他们2个绝对不能结婚。为什么？我和司武是真心相爱的，为什么不能结婚？岳母，我知道是我前段时间对不起白洁，但是我是真心爱她的。您相信我，只要您同意我娶白洁，我保证我这一辈子一定对白洁好。不行，你们2个必须分手。妈，小宝不能没有爸爸，你就看在小宝的份上，同意我们结婚吧。还有小宝，我要造孽，真是造孽！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岳母，您是不是有困难？您有困难您说出来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可以帮您一起解决的。你问他，就是他造的孽。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岳母不让我娶白洁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到底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！这2个孩子还等着呢。别问了，让他们走吧，这婚结不了。爸，你怎么也和我妈一样？你们到底隐瞒了我们什么？我和司武为什么不能结婚？白洁，你知不知道那天在 KTV 我为什么会选中了你吗？老板，我叫白洁。像，太像了。小兰，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我当时选中你，就是因为你和你妈妈年轻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你妈妈是我的初恋，你是我的女儿啊！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是你的亲女儿？那司武是我的亲弟弟。是，白洁，是爸爸对不起你。我是你的亲女儿。你没事吧？放开我！你不配做我爸爸，你把我们都毁了。白洁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们俩都被你毁了。不是，没有我的苦。你还好意思提苦衷？你在外面都搞出了私生女，你还说我出轨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谁是私生女？我跟郑哥认识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没有结婚就生孩子，这不叫私生女，叫什么？就算我没你认识，私生这老东西早，那我也是他名门正娶的私夫人。只要有我在一起，你永远都是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。你说谁是地下情人？我就是说你啦！你哎妈，哎呀，你们别打了妈！你滚开！这省没的事你别管。够了，别吵了。够了，别吵了。
的错，小宽，都怪我。怎么，这次承认错误倒挺快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打了你的老情人？谁疼了呀你？谁打谁还不一定。够了，都别说了，听我说。桂兰，这么多年，你还过得好吗？当年你一去不回，我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，差点儿被村里人拉去陈湖。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你早死在外面，没想到你发了财，还在城里重新娶了老婆。你竟然是这种人！不是，桂兰，白姐，你们真的误会我了。要不是当年我父母带着我连夜逃跑，我和白洁差点就一尸两命。你上下嘴皮子一碰，就说是误会，鬼都不信。不是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当年我赚到钱后，我就写信给村里，让你赶快过来。可是，那人给我回信说，你跟一个铁匠跑了，所以才娶了磊梅。要是我早知道，早知道什么？当年我要是早知道你在农村老家把这家豆子搞大了，我死也不会嫁给你。阿梅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现在和老情人得旧情复燃了，你还给我解释什么？走。阿梅，你给我滚开！你推人干什么？好一对奸夫淫妇，这见面还没多久，你就糊上了。你说谁是奸夫淫妇？就是说你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，白洁，老婆，快叫救护车！老婆，你醒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这是怎么了？白女士啊，恭喜你，你怀孕了！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司先生，白女士，恭喜你们，孩子已经3个月了。不行，医生，我不能留下这个孩子。医生，我要打掉这个孩子。为什么？你们不是合法夫妻吗？现在3胎都开放了，为什么打胎？别问了，我就是要打胎，给我安排手术，越快越好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不管发生什么，孩子是无辜的。这孩子我们期待了这么久，你以为我想打掉他吗？没事，生下来我养，好不好？不行，这孩子生下就带着原罪，我们不能留下他。我们不让他知道不就行了？我把你跟小宝带走，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别再自欺欺人了，就算瞒过世人又能怎么样？这个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的，当他长大以后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他该如何自处啊？难道我们真的保不住这个孩子了吗？难道我们真的保不住这个孩子了吗？不止这个孩子，就连小宝，我们也要送走。要不然，等小宝长大以后，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他这辈子就完了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能把小宝送走。不送走怎么办？等他长大以后，问我爸爸的事，我该怎么跟他说？我跟他说，爸爸就是他舅舅，爷爷也是他外公。到时候你让小宝怎么活？
这个关系啊太乱了，不行不行。你听到了吗？都不用等到他长大，只要他生下，就是一场灾难。对，法律上你们是不能结婚的，这违反医学伦理学。而且，如果你和白女士真的有血缘关系，这个孩子在遗传学上出现风险的概率极高，你要考虑清楚再做决定。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老婆，你等我。思武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年轻的时候被人渣抛弃，还差点死于非命。这好不容易把女儿养大，现在又出了这档子事，我可怜的女儿啊！你这后半辈子可怎么过呀？桂兰，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。当年村里人给我回信说你跟铁镜跑了，我不相信，我连夜坐火车回去找你。只可惜我到的时候，你们家休人去楼空。事已至此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当年你走急落下了这个，这些年我一直向上天祈求，希望能再见你一面。鬼才信你的话。桂兰，如今我不奢求你的原谅，我只求你能给我个机会，好好补偿你和白洁。补偿？现在都成这样，你怎么补偿？桂兰，我有钱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。别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畜生，已经毁了我的一生，难道还要毁了我女儿的一生？你要是真觉得愧疚，你就带着你的倒霉儿子从我的人生中消失。我爸解决不了的事情我解决，白姨您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没有人可以毁掉白洁。苏，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思贞那老东西，他在外面有了私生女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将小五给娶了回来。你说我们这一家三口，爹不是爹，儿媳不是儿媳，这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嫂子，你不要太伤心了啊！无论发生什么，我始终站在你这一边。大福，幸好有你，你说要是没有你，我以后怎么办呀？没事的啊，都会过去的，没事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那个今天发生了太多事儿，你妈的一时接受不了，我安慰安慰她。安慰？你们两个就抱在一起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在怀疑我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妈。哎，对了，小五，白洁不是应该在医院吗？你这会儿不在医院，你跑他家干什么？妈，咱家证件呢？我要拿证件跟白洁一会儿。你这孩子怎么跟你爸一样啊？遇到一点事就想着逃避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您好意思说我？这件事出来之后，是我一直在想办法处理。您倒好，您躲在家里面躲清闲来了。你是在质问我？我不是那意思。我爸现在跟白姨在外面不清不楚的，你也不去看看，你就不怕他俩旧情复燃吗？怕他们不旧情复燃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思贞那老东西，当年上门提亲的时候，说的那么好听，他说这一生只爱我一个人，结果现在呢，
他在外面有了一个比你大1岁的私生女，你说让我怎么能跟这种禽兽在一起再生活？妈，那你意思是？反正我现在有了思珍出轨的证据，不如趁着这个机会离婚。妈，你上午还为了爸跟白姨吵得不可开交，你现在怎么又想开了？你这孩子是不是傻？我要是不演得像一点，怎么让思珍愧疚？你是演的？这是什么事儿呀？这。自从我知道思珍在外面有了私生女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打算离婚了，借着他是多错方，让他净身出户。妈已经算好了，财产一共有16亿，公司啊有22家，房子76套，这豪车9辆。这些以后啊，全都是你的。妈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添乱？你是不是傻啊？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要不趁机多分点，那你以后跟白洁和小宝这怎么生活呀？您都闹成这样了，我们以后还怎么生活？怎么就不能了？白洁是个好姑娘，现在已经犯成了大错。那不如将错就错，你和白洁好好的过日子。妈，咱们的家事能不能别让外人知道？你把咱们的家丑已经给王叔说了？你把咱们的家丑已经给王叔说了？那又怎样啊？你王叔又不是外人。这前几天你不是说你王叔对你还像家人一样？我那是客气一下。小五，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你王叔什么人品你也清楚，我不会对外人讲的。算了算了，事已至此，我肯定相信你王叔。您是这，您在家把我妈看好，我现在拿着证件去跟白洁离婚。哎，你这孩子刚才讲了那么多的话，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啊？这件事的罪魁祸首是思政，他跟白洁有什么关系啊？你那么爱的，就好好对人家负责到底呀！我也不想跟他离婚，但白洁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。你知道我们居然是，我们要不离婚，那他妈跟禽兽有什么区别？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彼此了。而且，白洁现在又怀孕了。哎，怀孕了好啊，咱们家呀又能天丁进口了。妈，你老糊涂了是不是？白洁根本不可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她刚才还要说要把这个孩子打掉，她还要说要把小宝送进孤儿院。什么？把小宝送到孤儿院，还要把孩子打掉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王叔，就是我跟白洁的事，你怎么这么激动？不是我也是太着急了，主要是心疼孩子嘛。这么一条鲜活的生命，说打掉就打掉。再说了，那小宝还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舍得把他送到孤儿院呐？对呀，咱们家大业大，又不缺孩子那口饭吃。这别说2个孩子，就是10个8个，咱们也养得起。行，白洁说的是对的。孩子如果知道了他的身世，会受不了。咱们家已经够乱了，妈，我不想再连累白洁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陪白洁把孩子打掉，跟他离婚，让他回归正常生活。不行，不能打掉，这千错万错是大人的错，孩子他是无辜的呀，大不了生下来，连小宝一块带过来，
妈帮你们养啊。对呀，再说了，你这么爱白洁，你舍得跟他离婚呐？妈，王叔，你们不要再劝了。小爱缠绵，大爱放手。我爱白洁，所以我会给她自由。你们不用再说了，我现在就去医院陪白洁打胎。哎，实在不行，孩子送我这儿，我帮你们养。你你也知道，我老王拼搏事业半辈子，一直没有孩子，我从小都是看着你长大，一直把你当亲孩子来的。现在你出了这些事，我岂能坐视不管呢？对呀，你王叔说的对，既然你王叔愿意养，那不如先把孩子送过来，让你王叔亲你们养着。对呀，以后这看小宝也方便啊。你们两个骗了我骗到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王叔，刚才您拉我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您袖口上的这个波浪纹，是你绣的。什么波浪纹？你看错了。别装了，我小时候调皮，每次出门玩总爱摔破衣服，我妈就是用这种波浪纹帮我缝补的。后来家庭条件好了，我妈不用再缝补衣服。但我总不至于连我妈的亲手你都看不出来。小五，你听我们解释。小五，你听我们解释。怎么又要跟我解释？怎么这2天所有人都要跟我说这句话？你们没说累，我他妈都听累了。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跟你王叔在一起了。妈，你还嫌不够乱是不是？你跟我爸的事情还没解决，你又跟我王叔搞在一起了。他资政可以给老情人死灰复燃，你妈为什么不可以找自己的幸福啊？我妈当然可以找寻自己的幸福，但是我爸跟我妈现在还是婚姻关系，你们2个这样，这他妈是出轨！小五，你说这话就有点难听了啊！想当年我跟你妈那也是从小青梅竹马，要不是你老爷的棒打鸳鸯，你没准就是我的孩子了。再说，我愿意帮你妈带孙子，他资政能做到吗？大父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能为我做到这一步，真是苦了你了。阿梅，我想好了，余生我一定要照顾好你和小五。我，阿梅。等等！你们2个这样，我爸怎么办？你们2个这样，我爸怎么办？离婚，必须立刻马上离婚！难道司政都知道了？对，司武跟白洁必须马上离婚。你算哪根葱？凭什么让我儿子跟儿媳离婚？就凭我是白洁的母亲。司政是白洁的父亲，司武和白洁必须马上离婚。阿梅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是司武真的不能跟白洁再继续下去了，就有悖人伦了。白桂兰说白洁是你女儿，你就相信啊？司政，我看你这么多年真是白活了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上下嘴皮子一碰，说白洁是司政的女儿，逼着我儿子儿媳离婚。这谁知道是假的还真的？说不准是你给在外面的养。闭嘴！你打我！你婚内出轨也就算了，你还为了这个女人你打我！嫂子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嫂子跟了你那么多年，还给你生了个儿子，你怎么能说打人就打人呢？哼，白洁是谁的女儿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桂兰等了我这么多年，是我对不起她。谁要是敢质疑她的清白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好，司政，既然你这么深情，那还有什么说的？你不用逼着司武跟白洁离婚，我跟你离。跟我离婚？你别装了！
这么多年，你吃我的用我的，离开司家，你一个中年女人，我看你怎么生活。哼，不是我要离开，是你要离开，而且你净身出户。哼，真是异性偏看，整个公司都是我创建的，你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？就凭这个，就凭这个，你算哪根葱啊？凭什么让我儿子跟儿媳离婚？就凭我是白洁的母亲，思政是白洁的父亲，思武和白洁必须马上离婚。阿梅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是思武真的不能跟白洁再继续下去了，就有悖人伦了。你敢背着我录音，这叫有备无患。如果这份婚定出轨的证据还不能让你离婚的话，那我就买下全城的广告位，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你私人的丑事。妈，你疯了！我就算是疯了，也是他私政逼疯的。哼，离就离，但是私家的钱你一分钱也别想带走。我看你一个人老珠黄的老女人，离开了我，谁还要你？我要！我说你这么多年也不结婚，我们家有什么事儿，你跑得比我还快。合着你早就看上我老婆了？没错，我爱阿美很多年了，可惜当年世伯看不上我，非要把女儿嫁给你，我只能不结婚，搬到你们家附近，默默地守护着阿美，做她的邻居。怪不得王叔对我这么好，原来是因为暗恋我妈。按照你这么说，你当了这么久的隔壁老王，我还要谢谢你了。你倒不用谢我，原本你要是跟阿梅恩爱一辈子，我就默默的做你一辈子好邻居。可如今你找到了你的初恋，我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争取一次？大夫，真是苦了你了。阿梅，其实这个戒指我随身携带了26年了，虽然款式今天看起来有点旧，但是我想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阿梅，你嫁给我吧。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。雨梅是我老婆，想她跟我离婚，你做梦！难道你忍心让你的初恋一辈子做你的地下情人吗？过来，整哥，李梅现在已经找到真爱，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祝福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乱了，全乱了。我爸找回了初恋，我妈要跟隔壁老王在一起，世界太甜了。你跟阿梅离婚，我们4人都开心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想要我跟林梅离婚，然后来成全你们俩吗？你做梦！哼，我就不离，我耗死你们！你既然已经不爱阿梅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她？哼，你以为这是刚才让我净身出户的时候吗？想让我跟她离婚？行，让你们净身出户。让我净身出户？你做梦！不好了！让刚才打电话说烧粉把小宝抱走了，是要把小贝送去孤儿院。什么？小宝，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以后你就跟着院长生活，要好好听院长的话，知道吗？小宝知道，小宝听话。小宝乖，
无论以后妈妈在哪个地方，都会为你祈祷的。小宝回国，妈妈要早点来接我。白女士，你这么爱小宝，我看你衣着也不像穷人的样子，你为什么会把小宝送到我们这儿来呢？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别忘了，我都是为了小宝好。如果不是没有别的办法，我是绝对不会送他走的。那好吧，你把这个签了，我会尽快安排小宝的领养。小宝，妈妈爱你，希望你以后不要恨妈妈。不给我签！白姐，我不允许你把小宝送到孤儿院。白姐，你糊涂了！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只要有爸在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和小宝。可是你带小宝来孤儿院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如果可以，我宁可没有你这个爸。当年的事儿，我是有错，但是我也尽全力弥补你们了。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小声点，要吵出去吵去，都吓到小宝了。行了，你刚才跟老王打得火热的时候，也没见你担心小宝。现在装什么装？你呀，就根本不配当小宝的奶奶，我不配。当年要不是你这老东西欠下的风流债，咱们这一家子现在怎么会这样？我看你才是最不配占小宝的人。无论说什么，小宝姓司，是我们司家的人。管你是哪家的，既然咱们都离婚了，那我丑话就说在前面，小宝我抚养。离婚可以，但是我绝不允许你把我们司家的血脉带走。等一下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才是小宝的亲生父亲？我见过离婚分子女抚养权的，哪有分孙子抚养权的？现在有了。妈，给我放手！小宝，没事吧？小宝是不是给大家添麻烦了？小宝不是麻烦，小宝是最乖的小孩。哎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都想要小宝的抚养权，但你们这样争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不如听我说两句。院长，您有什么高见？院长，您有什么高见？你们都重视小宝，但我听说钱在哪里，爱就在哪里。与其吵架，还不如拿出真金白银比一比，看谁出的最多，谁就是最爱小宝的人。到时小宝自然会跟着谁走。这话有道理。我出500万。大花叫花子是吧？我出1000万。我出5000万。我出1个亿。你是长期跟我过不去是吧？怎么舍不得了？我看你也不是那么疼小宝嘛。现在可以宣布结果了。既然奶奶最爱小宝，那小宝就跟着奶奶。不要带走小宝。你放心，我争夺小宝的抚养权，不是为了把他带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比母亲更适合抚养者。小宝呀，你应该跟着妈妈。婆婆不是一直看不上我吗？这次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看出来了，你也舍不得小宝，你就把小宝带回去吧。如果你真的跟四五过不下去，妈也不会为难你。只是以后啊，再不要把小宝送到这孤儿院。我一定会带着小宝好好生活的。谢谢妈。去吧。老婆，白姐，白姐。白姐，离开我，我不能没有你。
你能不能出息点？啊！人家白蝶早就走出来了，而且现在张罗着相亲呢，你还是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相亲？不可能，白洁是我老婆，她不可能嫁给别人。不可能，白洁是我老婆，她不可能嫁给别人。想要就去追呀！啊，每天在家喝得醉醺醺的，要死不活，你像什么样子呀？我李梅啊，被要强了一辈子啊！你这副懦弱的样子，也不知道像了谁。北京跑的都那么伤心了，你就别往他伤口上撒盐了啊！好了，赶紧振作起来！你要是气不过，妈也给你安排相亲，保证比他们安排的更好。不行，我不能没有白洁，没有白洁我宁可死。你干什么啊你？妈，没有白洁跟小宝，我也活不下去。苏，你不要冲动，你冷静些，事情还有转机的啊！没用的。白洁是我爸的亲生女儿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一起。哎呀，老王，你赶紧想办法呀！你让我走吧。哎，白洁是你爸的亲生女儿，她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又不是你爸的亲生儿子。什么？白洁是你爸的亲生女儿，她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可能不是我爸的孩子？昨天我们才刚做完亲子鉴定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我思武就是思政的儿子。那份是假的，这份才是真的。昨天思政和你妈闹得那么厉害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要是让思政知道你不是亲生的，他还不弄死你妈？所以我只好偷偷的调换了亲子鉴定。再后来又赶上白洁这样的事儿，我只能一步错，错。你也不要自责了，你也是迫于无奈啊。我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，那我是谁的亲生儿子？其实我和大富早就互通心意了，可惜你姥爷棒打鸳鸯，把你王叔赶走了远走他乡之后，我就发现有了你，你姥爷急冲冲把我嫁给了你爸，甚至连查你爸的时间都没有。1年后，我偷偷跑回来了，这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我和你妈就这么错过了半辈子。你们两个真是闹来闹去，我他妈是隔壁老王的儿子。闹来闹去，我他妈是隔壁老王的儿子。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你王叔叔呢？孩子一时接受不了，给他点时间。所以说，我跟白洁没有血缘关系，怪不得我们两个生的孩子那么健康，一点都不像近亲结婚的场合。没错，所以说你要真的爱白洁，那就放心大胆的去追，爸永远支持你。谢谢你，王叔。啊。爸，
有你这声称呼，爸就是现在死，那也眉目了。好，爸妈，你们在家吃饭，我去追白洁了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你爸是老王的事儿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，否则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。你放心吧，妈，我答应你，等我把白洁追回来之后，我们全家一块好好过日子，一辈子都不分开。一家人好好的。抱一下。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啊！希望不要再出什么岔子。哎呀，放心吧，白洁那么喜欢四五，她肯定啊跟四五会好好的。放开我老婆！四五，你怎么来了？离他远点儿。四五，你就是白洁的前夫吧？你好，我是白洁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怎么，你又要结婚了？你和白洁是离婚又不是丧偶，难不成白洁还要为你守孝3年？我没问你，老婆，告诉我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四五，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打算再婚。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老婆，咱们不是……你爸是老王的事儿，你千万不能说出去啊，否则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相信我一次行不行？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俩已经离婚了。现在白洁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要是再骚扰她，我就报警。你走吧。周大哥，咱们说好的，这一切只是为了应付我妈，我根本没有打算再婚。我尊重你的一切决定。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蠢。你放开我！嘘，别说话。现在我们只需要静静的享受这个。周大哥，你别冲动，只要你放开我，我可以当做这一切都没发生过。都被我绑成这样，能做了什么事儿？你可真大度。但是我呢，是一个胆小鬼，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我可不能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你别过来！你以为我不知道私家那些破事儿？要不是为了你爸那几个臭钱，我看都不会看你。滚开！别挣扎了，只要咱们生米煮成熟饭，不愁你爹不认账。到时候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我！救我！别挣扎了。4-5那个废物刚才已经让你赶出家门，你现在就算救活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救你。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也不会有人救你的。老婆，没事吧？走，送你去医院。来，起来。
行了。你放心，孩子没事。这个孽种怎么还不掉？难道我们要一辈子困在这种关系里？花，别打！谁都是无辜的。别叫我老婆！老婆，别打！你听我跟你说一件事，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的。我为了我们的孩子和你，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其实我们不是。我可怜的女儿，你的命真苦，都是你一个倒霉鬼丧门星。我们白洁自从碰见你就没有一件好事，白洁都是被你毁了。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妈，别这样说，这次多亏了四五救了我。我看你才是个丧门星！你没来之前，我们一家子过得好好的，你这一来搅和的，4、5跟白洁就闹离婚，而且我就没见过这爸离婚1个月就给女儿找下家。爸，您不要再说了。我为什么不能说？我偏要说。你要是真能给白洁介绍个好的也行，哎，偏介绍周轩这种货色。这次要不是4、5及时赶到，白洁真的就毁了。少说2句吧，白洁还病着呢。我妈她没骂你是不是啊？你这个老不死的，真的是罪魁祸首！都给我闭嘴！白洁需要休息，你们要吵出去吵。你在医院好好养病，过2天我让青青过来陪你。等我把孩子和爸妈的事情解决完，我就来找你，好吗？咱们一家闹成这样，能好吗？相信我，一定好。医生说这段时间多吃水果好。哎，晴晴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姐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啊？快到饭点了，你们先聊，我去给你们买饭吃。哦，你快去吧，正好我和阿姐好久没见了，有好多话要说。好。今天有糖醋里脊，老婆一定会喜欢。喂，是我，你快回来，阿杰不见了。什么？我现在就回去。睡觉。白洁呢？你走之后，阿杰跟我聊了一会儿八卦，我中途上了个厕所，回来之后人就不见了。你们聊什么八卦了？阿杰跟我说，他有一个朋友，结婚之后发现自己好像是公公的私生女，但是自己好像已经怀孕了，问我怎么办。你怎么回答的？我说如果是我的话，救不活了。不好了，楼顶有人自杀！糟了！老婆，那里不安全，你有什么事你过来，我们慢慢说。是啊，小杰，你是妈妈心头肉，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让妈妈怎么活呀？都别管了！好，我们不过去，你冷静一点，不要做傻事。死我！你就让我走吧，你越是对我好，我越接受不了我们2个有血缘关系。出了这样的事，我已经没有脸面再活在这个世上了。我知道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赶紧把真相说出来呀！你快说呀！死我！若有来生，我希望我们出生在一个简单的家庭，到时候我还做你
你别跳！你和四五真的不是亲兄妹，我才是他亲爹。你和四五真的不是亲兄妹，我才是他亲爹。王叔，你就不要骗我了。当时四五和爸做亲子鉴定的时候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他就是爸的孩子。那份亲子鉴定是假的，被我调包了。你看我带来的这份才是，不信你看。好啊！你看，你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打死你！你装什么受害者？阿梅跟了你20多年，她幸福过吗？我忍你很久了。你们别演了，我知道，你们就是为了骗我过去。我可以作证，老王确实是四五的父亲，我们没有骗你，你快过来吧。是啊，小姐，李梅是四五的母亲，在场没人比她更清楚谁才是四五的父亲。老婆，我们真的没有骗你，你要是不相信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医院再做一次鉴定的，好吗？对，从医院回来你就知道了。好，这次我们一起去。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也该有个了断了。谢了啊，这次啊，多亏你机智。我在杂志上看过，人想自杀的时候就是一时冲动，过一会儿冲动啊就没事了。看在你救了白洁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了你暗恋我老婆。什么？原来四五真是你儿子！这么说，白洁跟四五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。太好了，我们不用分开了。好个屁！原来你不只是暗恋我老婆，还给我戴了20多年的绿帽子你不要冲动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去你妈的身不由己！没老大把你当兄弟，原来你这么欺骗我，给我打死我！别！求你了，你放了我爸爸！别打了，爸！别打了！好了，别动，你也别动。放20年前，你根本就不是我对手。20年前，老子有的是力气，我不把你屎打出来，所以拉得干净。哎，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唉，说来话长，早在认识思政之前，我跟王大福就相知相许了。给我狠狠的打！别打！快点住手！小姐，你求我没用，这是老爷的命令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哼，让他知道我们家的小姐不是谁都能偷看的。打！阿美，别打了！所以你在嫁给爸之前就已经怀了四五了？没错，当年我爸把王大福赶走之后，没多久我就查出了怀孕了。我爸为了掩饰，就草草的把我嫁给了思政。你们李家好大的脸呐！把我当接班侠了是吧？你别装的那么无辜好不好？你不也隐瞒了在农村有个怀孕的初恋情人吗？我那是结婚以前。那我也是结婚之前的事。好了，爸，你消消气。妈也是有自己的苦衷。对啊，妈，我爸也是因为当时白姨已经嫁人了，所以才没有告诉你。其实这样也好，爸和妈本来都有各自喜欢的人，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想必过得也不开心。如今拨乱反正，岂不正好？郑哥，我们已经错过那么多年，如今最重要的不是追究过去，而是弥补遗憾。我余生已经别无所求了，只想跟阿梅在一起，过下普通夫妻的生活，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。
这么多年，我们彼此都折磨的够多的了，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就放过彼此吧。当年我从医，你们家也帮了我不少，家产咱们就一人一半。那我跟白洁是不是？明天呀，领证复婚，我看个好日子给你们办婚礼。太好了，老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三位新人靠近一些。好，来看我这里，3、2、1。